一支名为俄罗斯自由军的亲乌克兰武装小队，从俄乌边境突袭渗透到俄边境别尔哥罗德州境内，袭击村庄，炸毁了房屋。事后，该武装小队遭到了闻讯赶来的俄军大部队包围，并予以了坚决的剿灭。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段时期以来，一直流年不利的乌军突然整了个既让人感到意外，同时又有些情理之中的活儿。一支名为俄罗斯自由军的亲乌克兰武装小队，从俄乌边境突袭渗透到俄边境别尔哥罗德州境内，袭击村庄，炸毁了房屋，还攻击了俄军的一处小型哨站。找到了哨站车库内停放一辆俄军 BTR-82A 轮式装甲车，不过未能带走，只是简单的打卡拍照。事后，该武装小队遭到了闻讯赶来的俄军大部队包围，并予以了坚决的剿灭。根据俄官方通报来看，本次反恐行动作战共消灭武装人员39人，并缴获了袭击者使用的美制 M1224 Max Pro、MRAP 装甲车等各型载具。总的来说，可以算是将伤亡和损失控制到可控范围内，较好地完成了本次的反恐作战行动。另一方面，尽管名义上叫俄罗斯自由军，但此次袭击俄本土的这支武装小队，手里拿的是北约援助给乌克兰的轻武器，搭乘的交通工具是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装甲车，甚至就连渗透进俄边境开始搞恐怖袭击后摆拍的小视频里，还不忘给自己的胳膊上挂上蓝黄相间的乌克兰袖章，名字叫俄罗斯自由军，那也就仅仅只是个名字而已，是个噱头，是个名号，不代表这帮人真的就是俄罗斯人所组成的。哪怕是在这支武装小队出发之前拍摄的演讲小视频里，画面中也就只有占 C 位的马克西米利·安德罗尼科夫是早就上了俄官方黑名单的知名犯贼，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就已经逃离了俄境内。画面中右边那两个脸上没打码的，一个是来自哈尔科夫，一个是来自基辅，也都是互联网上露过不止一次脸，叫得上名号的乌军现役人员，都是乌克兰人。余下左边那三位脸上打码的也没法辨认是谁。从这么一个小视频里，我们不难发现一点，其实所谓的俄罗斯自由军压根儿和俄罗斯关系不大，顶多算套了个俄罗斯的名字而已。拍个视频总共就出来6个人上镜，其中3个打码，2个乌克兰人，正经的俄罗斯人就1个，还是老早以前就逃到西方的字面意思叛徒。就这还口口声声在视频里说我们都是俄罗斯人，打仗的水平如何暂且不论，但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睁眼说瞎话的本事，那是确实挺到位的。其实类似的戏法也不是美西方及其所扶持的势力第一次使用了。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应该能记得叙利亚自由军这伙人，就和这次的所谓俄罗斯自由军一样，都是受美西方支持并扶持起来的武装势力，打着所谓叙利亚自由军的名号，实际上却压根儿没几个叙利亚人。最后一查发现，这伙人里不是中东流窜多年的恐怖分子，就是和美国之前扶持的中东武装势力有紧密联系。而类似的手法出现在俄罗斯，幕后黑手究竟是谁，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本次袭击事件发生后，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俄本土屡次三番遭受袭击，就是不长记性？俄罗斯到现在还能被袭击本土，堂堂军事强国、世界大国被搞得这么灰头土脸，是不是太丢面子了？有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说，这得从2面来看待。首先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俄边防以及内务部队在对边境警戒和态势感知、情报侦搜能力上确实有其不足之处，缺乏用于边防任务的各类型先进装备，仅能做到对重点地段的重点盯控，而不是全面严防死守。被乌军的小股轻装快速部队屡次渗透偷袭，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一个客观现实，便是现如今处在交手状态下的俄乌两国，从前线战场到后方边境，有着相当漫长的陆上接触线。
这从客观上就为乌军的偷袭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现实基础。对俄军则是大幅增加了防御此类袭击的难度。再加上俄军现在的前线兵力不足情况，虽因瓦格纳集团的到来以及大批动员兵的开赴战场而有所缓解，但总兵力也依然没有富裕到可以拿来去镇守后方挥霍。即便是有多余的机动兵力，那也得留着组建预备队，来应对乌军一直喊了很久但却迟迟不见发起的大反攻。俄军相对空虚的后方，俄边防部队的人手不够与装备短板，还有漫长的陆上接触线，以上这些都是乌军屡次发动小股部队袭击极为有利的条件。当这些条件相加在一起，乌军能屡屡得手，自然也就不足为奇。另一件事也能证明俄军边防部队对于此次乌军小股部队的偷袭的无奈之处。根据网络上后续披露的情况来看，乌军小股部队在渗透进别尔哥罗德边境地带时，曾被俄边防部队的侦察无人机发现，完整捕捉到了踪迹，定位了坐标。遗憾的是，俄边防部队的小无人机只有侦察功能，无法携带攻击弹药，不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没能发现即摧毁的立刻对乌军发起打击，只得立刻呼叫了快速反应部队与内务特种部队前来增援，多少也算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发出了警报。只不过此时的乌军小队已经渗透进来，开始对村庄发动袭击。俄军快反部队、特种部队就算速度再快，赶过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恐怖袭击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退一步讲，倘若俄边防部队的装备水平能提高一些，飞在边境上空巡逻的是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而不是没有任何攻击手段的侦察无人机的话，那此次事件的结果很有可能就得两说了，很有可能就不是乌军袭击得手，而是被无人机当场炸了个人仰马翻，死伤一地的下场。俄军长久以来在无人机发展领域的不重视，不给足够的资源倾斜所酿出的恶果，如今还在进一步体现，并不断造成危害扩大化。作为一个航空产业完整、能自主研发生产先进航发、战略轰炸机、隐身战机的军事强国，俄罗斯不是造不出来堪可一用的无人机，是完全有能力、有基础去制造能够达到先进水平的无人机的。俄军能落得如今这般各种无人机都缺的天地，单纯就只是因为重视度不够，不给资源倾斜，每年就那3瓜俩枣的采购研发经费本就少得可怜，确实也折腾不出一支能满足需求的无人机大军。问题说回到乌克兰这边，如果说这次的对俄本土袭击从哪个角度来看才是对乌克兰有利，如何才能对基辅当局有好处的话，那我们大概得说，近段时期的巴赫穆特失利对乌克兰影响实在是太大，大到 G7 会场上刚一见面，拜登问泽连斯基的第一句话里就提到了巴赫穆特。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属于基辅当局自己酿出的苦酒，自己往下吞。巴赫穆特这么个县城大小的地方，本身没有过高的军事及战略价值，但基辅当局为了塑造出一个抵御俄军攻势不倒丰碑的形象，拼了命地把巴赫穆特往天上吹，将巴赫穆特战区的乌军给吹成了俄军碾不垮、锤不烂、砸不碎的不败天兵。经由西方舆论的帮助，在国际上大肆宣发，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巴赫穆特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结果吹到最后玩脱手搞砸了，巴赫穆特投入了乌军超过50个旅的兵力，先后进行车轮战，结果还是没能守住，被瓦格纳所攻陷。巨大的舆论灾难紧接着就如洪水一般向基辅当局席卷而来。于基辅当局而言，现在的首要目的就是赶紧想办法，尽快消除因巴赫穆特失守带来的舆论灾难影响，避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因此过于对乌克兰失望，如此才能确保一切必要的支持和援助继续进行。这也是当下基辅当局的根基所在，万万不能有所闪失。但另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又是，如今的乌军在正面战场上也不是俄军的对手，巴赫穆特失守对乌军造成的重创远没有恢复过来。
既然正面战场上打不过，又不能什么也不做，坐视舆论灾难进一步扩大加深，那么办法也就只剩下了一个，用袭击俄本土的方式来吸引国际舆论关注，冲抵因巴赫穆特失守而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这是当下的基辅当局最需要的。所以尽管从结果来看，袭击俄本土的乌军小队最终落了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从军事层面上来讲，不但毫无意义，更是彻底的失败。但从政治层面而言，泽连斯基的目的也确实是达到了，全球舆论的关注点也确实是被所谓的俄罗斯又丢大人给吸引了一波。西方世界也开始选择性地遗忘了刚刚发生的巴赫穆特惨败，至少目前看是如此。而从巴赫穆特甚至更早以前的哈尔科夫大反攻时期开始，泽连斯基领导下的基辅当局就愈发倾向于打政治仗的同时忽视军事仗的巨大势力。短期来看，这固然能给基辅当局争取到更多援助，营造出乌军还能坚持还能打的表象，但被掩盖在表象之下的一次又一次军事失败是会累积的。客观现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如火山喷发那样，酿成无可挽回的巨大军事失败，这也是无可避免的，更是政治手段找补不了的。毕竟，军事是一门讲科学、讲逻辑的严谨学说，不是什么有碍国际观瞻的人情世故和政治操弄。